Hello， 大家好，早安、晚安、午安，好不好？因为我现在在加拿大魁北克哈，我今天这个系列叫做“没有凯西的盖瑞”。Morning， 他们这里还有一个租赁店，就可以租雪具。然后如果你自己带雪具的人啊，也可以在这边保养，然后之后再滑行哦。它这边也有一些就是滑雪学校，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滑雪的话，你也可以找他们找教练哦，会比较安全一点，推荐。然后你自己的房间自己有一个置物柜，滑雪置物柜。那这个东西就是用你的房卡去打开，用这个房卡就开了。然后我的东西就在这里。好的，换好妆了，换好妆就准备去滑雪喽 ，Go Go！ 在出口的前面呢，还有一些自助吧，例如说水可以喝，然后还有咖啡，这个都是免费可以去畅饮的，好不好？那我们走吧，滑雪去喽！好的，所以我们的住宿在那边 ，hotel 在那边，然后走差不多20-30公尺，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滑雪场喽。这个地方呢，就直接可以穿板滑下去了。下面有缆车可以坐，已经到了缆车站哦。这是他们最基本的第一个缆车站，所以你至少要搭这个缆车站，你才能去滑雪。那这个缆车站呢是港多拉，什么是港多拉呢？它是个缆车，但是它是包覆式的缆车哦，所以在里面的话你是不会冷的，因为它就是整个挡风、挡雨、挡雪这样。然后就是刷卡。好，这就是一个包覆的缆车港多拉，所以基本上呢，你雪具就可以插在外面，人坐在里面。然后这边呢，就是他们的休息区，有一些餐厅啊、吃的东西啊、厕所啊、干嘛的，这边都有。我现在在魁北克的一个雪场，然后这个雪场叫做 Les Massifs。那如果你第一次来滑雪的了，这个雪场 Les Massifs 它有那个 ski out 的饭店。那这个饭店呢，很适合亲子来。我到最高点，这是山顶哦。我滑完雪了，今天就滑了一个早上，蛮开心的。基本上这个柜子呢，它里面是有暖气的，哦，它都有暖气孔，所以晚上的话，时间一到，它就会放暖气。不算暖气，应该算是热气 heater， 然后就是把它弄干。对，所以你隔一个晚上之后呢，你的器具会都是干的。所以这蛮赞的。然后干了之后，你回来，你就可以穿干的装备，明天上雪场，很赞，非常赞。我现在呢要去参加雪地健行的活动，一天会有2场，上午跟下午。然后呢，我们会从这个 Skin Room Exit 出发，然后会走到广州啦。然后，所以你的雪票一定要记得带着。我们现在要来搭这个广州了，所以我们其实就跟滑雪的人一起前进。我们现在
已经进入了健行的步道。这个步道呢，单程是2.7公里，他说大概走1个小时，所以来回是2个小时。雪地健行的路线其实蛮简单的，它都蛮平的，比较不会有上上下下。然后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挑战这个雪地健行，然后整路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如果你想要拍照的话，就可以停下来拍照。这里也是免费的啊，你可以体验的行程。我们到达这一次雪地健行的终点了，就是这个小屋。Okay, and usually we can see nice mountain just in the front. Yeah, but now it's snowing. Yes, now it's okay. Sorry. No, it's okay. It's a different view, you know. Yeah. Different feeling. 我们回程就是走这个魔毯，然后呢，他说有时候会开，有时候不会开，看起来今天不会开。Yeah. 我们现在要回去科妹，那我们就要准备去我们的溜冰场。然后呢，溜冰场呢，也就是跟滑雪的出口是一样的。那我们现在就来尝试溜冰。凯西呢，非常的不会溜冰，非常不会。我已经顺利的抵达，这不是静止画面。你这个啊，真的很像一个复健的老人。为什么没有那个框框啊？我好希望那个。对，真的看起来这画面看起来很可怜，复健的老人啊。还推我，加油！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滑那么漂亮？这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画面。Return 我们的鞋子。Thank you. 2号 How was that? 2号 for me。 Is it cold, huh? Yeah, I know it's cold. 这边呢就是他们装备租借室，然后你看，大家看一下，很夸张，都是新的，而且很多，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就是你不用自己带自己的装备来，但他们这边租借装备是需要费用的，对，所以就是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预算。我们现在呢要去玩 Luge， 就是雪橇。Le Massif 的它这个雪橇的行程呢，你也一样可以在 Excursion 的柜台去预约，一个人是59块加币，然后还要再另外加那个14.995的税。然后呢，它的位置就在这个 Le Massif 的 Tiki Center， 然后往红色那一栋的房子走过去，然后要走超过那一栋红色的房子才会到。红色这一栋就会看到 Luge， 就是 Slading。他们这边有名的这个 Luge 啊，为什么要玩？是因为它全长有7点多公里，可以一路爽滑下来。所以就是在这个地方集合，然后我们要搭这个 Cat， 这个叫做 Cat， 我们上车。大概搭了5分钟的 Cat， 我们就抵达了。这个小屋就是我之前 hiking 的时候来到的小屋，然后现在一人要拿一个 sled， 也就是 Luge， 拿到我的 Luge了。它其实蛮重的。大家做安全的讲解。我们
缆车这边下来之后呢，基本上这个地方就是 Le Massif 的主要的停车地方、买票的地方，跟它的主要建筑物。我们看这边啊，上去我看一下那一边，这边对，那边是个 park， 那我们中文称为极限公园。那它这边的 park 呢，稍微因为可能雪太好，因为雪越好 ，park 就越没有人玩。因为 park 需要压雪，可是雪太好，压不完的雪，所以基本上那边呢就只有2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一个铁杆让你上去，然后还有一个东西是一个差不多中级的一个跳台。所以啊，这里的 park 比较没有对初学者那么友善啊。对，所以那非常的大，你一定要能力才能上来。对。我们基本上到了这个雪场的最山顶，那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漂亮的 view， 好不好？对。发现这个雪场啊，它的那个路线啊，对，就是不是说高的就是难的。真的，就是它其实，在每一段都会有一些初学、中阶、进阶这样子，然后只有在面对山的左侧，全部都是黑线。对。但在右半边呢，基本上就是绿线、蓝线、黑线啊、馒头啊，对，他们的混合体，所以就是可能你可以一段是比较难的，一段又是缓的，一段又比较难的这样子。其实蛮棒的，因为可以让你看到山顶的 view。因为有很多雪场是，你只要到山顶，你如果是初学者，你就下不来。对。但这个地方，就算你是初学者，你上到山顶，你可以看漂亮的 view， 你还是下去。对，我觉得这蛮友善的，很友善。对。你干嘛啦？你掉到哪里？这是什么？这脚是不见了。我直接白痴哦！我直接掉下去。快出来！快出来！你快出来 ！I'm trying to。快出来！哦呦，出来！白痴哦，超级深的，我看一下多深。爆深爆深的。不要走太旁边啊，没有必要啊。好，跟大家讲，不要走太旁边。不需要，旁边都野雪。我尽量走这种有。这个是压过的雪道，我们称为 noodles 面条。这边的雪质呢？雪质就是还是要看啊，就是细绵绵的这样。对。它这边下雪的几率呢，差不多是1周来讲，至少2到3天至4天在下雪。对，很容易有粉雪。对，很容易有粉雪。可是那3天到4天之后，如果没有下雪的情况下，尤其这种大太阳天啊，它融一融明天啊，就会很低。对，但是它基本上好雪的几率非常高。觉得身为一个菜，我自己觉得跟日本差异呢，我觉得日本的雪质的确是比较好，因为毕竟它就是全世界算是雪质最好的国家。但是呢，我觉得这边的雪场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日本的话呢，雪质如果今天天气太好，它如果是 icy， 它整个雪场都会 icy。可是这边不一样，这边就是它可能会有背阳面跟向阳面，所以就算这一段是好的雪况，例如说粉雪或者是雪很抛，但是它可能另外一边又是 icy， 那也有可能有 icy 的地方也会有好的地方，所以不太一定。如果你要练功的话，我觉得这边非常的好练。然后呢，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雪场人多不多？我跟你讲，大家如果刚刚有看影片的话，应该有发现，其实还好。今天是星期天哦。对啊。然后又是好天气哦，因为它雪场够大，人真的很少，因为雪场真的很大。应该说人是多，但是很分散，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很常就是会包场雪道，所以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子，你看我们讲这么久的话，旁边都没有人。好，那我们现在再继续往下滑喽。好。
我们这样就回饭店了，非常之方便。旁边就是雪道，雪道下来之后就是我们的 Grammy， 哦耶 ，Gary 完全不等我，直接就回到 Grammy 了。就如果呢，你是要来这边上滑雪课程呢，你就可以到这边来，就是他们这边会有人接待你，你就可以报名你想要上的滑雪课程。那费用也都是包含在就是你的那个住宿里面。然后呢，你报名好了滑雪课程之后呢，我们就要往这个方向。嗨，对对。这边呢，就是首先会先遇到的是这个 Ski Pro Shop， 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有一点程度的人呢，你可能就是会报名 Pro Shop 的课程，然后以及租借就是比较好的器材在这个地方。好的，我们现在回来吃午餐了。对，克拉妹夏洛瓦这一间的优点就是 ski in ski out，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滑雪热爱者，这个真的是 perfect。然后因为他们装备间就在进雪场的地方，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你装备要放哪，反正就是放在那里的置物柜，然后你就可以进来，然后吃饭，然后吃完饭之后再出去。不管你什么程度，初学、进阶、高级、专业，其实这个雪场都非常的适合任何的程度，更甚至你是带小朋友来，因为像例如说你来克拉妹的话，他就会有专门教小朋友的教练，所以你就可以把你的小朋友直接交给教练，然后大人父母们就可以直接去滑雪这样子。那这边的雪道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讲，很多条的雪道都是合适的。对，就是很亲民啦，就是你可以看美景之余呢，然后你也可以就是依照自己的程度去做滑雪这个动作，不会因为说哦你是初学者就没办法到比较上面的地方去做滑雪的动作。好，以上就是这样，好。